大家好，我是 Liz， 现在我人在香港瑰丽酒店的印度菜餐厅 Chat。今年 Chat 才刚刚拿到米其林1星，他们把印度小吃做更精致化的呈现，我非常期待今天的午餐会是什么样哦。等下就带大家来一起品尝 Chat 的印度料理。那这天呢，更是跟我的美食家朋友 Agnes 谢燕伟一起造访，和他一起讨论啊，也有和主厨聊天，学习了很多。而吃这一餐，更像是上了一堂印度菜速成课呢。来，这我的好朋友 Agnes， 我们一起来吃 Chat。嗨，我负责吃，他负责讲。他帮我们一起 share 今天这个很大的菜单。今天这个 Chef Manav 推荐的应该是几乎把所有的菜色都放上去。然后还蛮特别的，因为 Chat 做的是就是英伦风的印度菜，不代表它是那种不中不西的那种 fusion，它还是印度菜，但是呢它比较现代化。Chat 在印度文之中是舔 lick 的意思，而现在呢，指的是一系列可以轻松在印度街头找到的小吃。那 Chat 的大厨 Manav Tuli， 他先前有在伦敦的高端印度餐厅工作过，我在那边担任主厨。Chat 在香港则是他第一次摘星的餐厅哦，他非常开心。据说接到米其林电话那天，他哭了半个小时哎。那像 Chat 这样子比较精致高端的呈现的印度餐厅呢，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这一天我非常期待可以在 Chat 尝到什么样美味的印度料理呢？好的，这个午餐一开始呢，我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忙乱的状态，因为菜一次就来很多，然后味道也是非常的丰富，各种酸甜咸辣在嘴巴里面缭绕。刚吃了几个开胃菜，萨姆萨它是一个甜筒状的，原本是三角形的，但是它把它做成甜筒状，然后里面的馅料呢，它用的不是肉，你吃起来有肉味，可是不是肉，它用的其实是 jackfruit， 应该叫做菠萝蜜，所以它是一种水果，可是它有纤维，然后竟然用香料烹调之后就有肉味，很开胃。那再加上旁边这个白色的酱汁是用酸豆、辣椒还有优格做成的，就非常的清爽开胃。那萨姆萨咖喱饺啊，应该算是我小时候最早认识的一样印度点心吧。小时候我跟爸爸去吃台北当时很有名的印度餐厅，叫做坦杜尔，我就一定会点这个印度咖喱饺来吃。然后还有一个很开胃的东西是这个 Raj Kachori， 它其实是里面是炸过的这个扁豆，那它外面是一个球，然后里面呢有扁豆，然后有洋葱、有番茄、有马铃薯等等，把它敲碎之后，然后混着它的酱料吃，然后搭配3种酱汁，有罗望子酱、薄荷酱还有优格酱，吃在嘴巴里面呢，就是有既甜又酸又一点点辣，很多风味在你嘴巴里面热闹的开 party 这种感觉。然后呢，我点了一杯饮料，是这个 Coconut Lassi。这个优格的饮料，通常很多你会点芒果口味的，而这边是椰子口味的。然后我超级喜欢这个杯子，超级漂亮。这个是他们跟印度的餐具厂商特别定做的，非常美，超可爱，好想要哦。然后这个香料奶茶厉害了，他说这个叫做黄金香料奶茶。然后这个是主厨 Manav， 有一个摊贩的奶茶，他觉得非常好喝，然后他就一直询问他配方，最后对方终于告诉他这个配方，然后让他带回餐厅去用，然后就大受欢迎。那刚刚大家有看到这个我们的 waiter 阿比，他有非常厉害的拉茶的技术，在面前帮你拉得这么高哦，所以这个也是 Chat 餐厅招牌的一个饮料，印度奶茶。那前菜结束之后，就进入烧烤的部分。这边首先上桌的是一道 Tandoori Wagyu Beef Cheek， 它是用坦杜尔这种烤炉烤出来的和牛的牛脸颊。哇，你看都是松的，这是用烤的哦。对，它就是 Tandoori 那个，哇，是不是很柔软？这个真的像煮的哎。你可以想象它是入口即化，真的。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肉也是烤的刚刚好。它感觉好像是炖
蒸煮了很久，结果竟然是烤的，这个太神奇了。然后表面还是有焦香，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而且它用香料腌的，就是有点甜咸，但是又有很多辛香在你的鼻尖缭绕，吃起来非常过瘾。那另一道烧烤的菜色呢，是一道羊排，那是来自纽西兰的顶级羊排。那这边它是用这个瓦制的烤炉 clay oven 去烤的，上面撒上了开心果，配上的是薄荷的酱汁。这个羊肉超好吃，这个 tandoori 羊肉，这个很厚的肉，但是它熟度控制得非常好，一致，对，一致，然后里面还是粉红色的这个状态。这个羊肉其实它会带一点点甜味，它的调味，那羊的风味非常好。跟这2道烧烤肉类料理搭配的呢，是松露与辣椒起司的馕饼。那馕饼呢，就是印度菜经典的烤饼啦。这个用松露跟辣椒起司做成的馅饼呢，它自己就有味道，就不是原味的馕饼让你沾咖喱酱汁来吃，而是它自己就可以作为一个配菜。它的质地也比一般的馕饼要再软嫩一些，因为它里面有馅料，咬起来就是还是有弹弹 QQ 的感觉。配上烧烤料理呢，就是一个淀粉类，让你可以一起垫垫肚子的一个配菜。我的嘴巴现在非常的热闹，像在开 party 一样。今天目前吃到这边啊，满桌子菜，进入了咖喱的部分。有这个英国大名鼎鼎的印度菜 butter chicken。这个 butter chicken 它是怎么做成的呢？ Manav 大厨其实有跟我解释，那我就跟他说 butter chicken 我觉得我先前在其他地方吃到的都比较甜，在 Chat 我吃到 butter chicken 其实是有很漂亮的酸味，然后它的味道是比较有劲的，而不是先前我尝到那种比较甜美的，因为其实奶油很容易给人甜美的感觉。 Manav 主厨就说他做的 butter chicken 原始的食谱就是用了很多番茄，然后有很多腰果，还有鲜奶油跟奶油，以及很多的焦化大蒜，酸味是来自于番茄。它在印度会只用当地的番茄，可是在香港它就是用2个品牌的罐头番茄，一个是意大利的 Pelati， 那另外一个是香港的本地品牌哦。他说本地品牌可以给这道菜酸味，而意大利品牌可以给这道菜颜色，所以漂亮的红色跟酸味是来自2种不同的罐头番茄。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甜味去平衡，而在这里 Manav 大厨他加的是蜂蜜。他说虽然这个跟阿育吠陀的饮食冲突啊，因为根据阿育吠陀你是不能煮蜂蜜的，可是他还是喜欢用蜂蜜的甜味。但我觉得这道 butter chicken 非常好吃，因为那个酸味完全就是解腻，跟我先前吃到的 butter chicken 不一样，然后会让你忘记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奶油。还有一个鱼的咖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的咖喱，叫做马拉巴尔。Manav 大厨有解释说，在这一道菜里面，它还是用上了不同的辣椒，所以就是有干的辣椒，也有湿的辣椒，有3、4种不同状态的辣椒在这道菜里面。但我觉得这个鱼咖喱其实没有那么辣，风味是偏甜的，而且有圆润的感觉。那 Manav 主厨就说，这个甜味其实是来自焦化洋葱还有椰奶，一点糖都没有加。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去平衡风味的功力了。还有一个 Vindaloo， 这个非常辣的一种咖喱，然后用的是猪脸颊肉，非常软嫩。也真的蛮辣的这个 Vindaloo。哇，我真的很好奇到底多辣。Manav 大厨他跟我说，这个Vindaloo啊虽然很辣，可是它不会马上攻击你。So yeah, after 5 seconds it starts being spicy, but then it doesn't stop. 那我平常确实是一开始觉得还好啊，可是再过几秒之后觉得哦好辣，但是很爽。那它也是属于比较咸跟酸的一个口味。Manav 主厨他加了3种辣椒，一个是红辣椒，那另外一个是青辣椒的酱，还有一个是印度最辣的辣椒，是叫做 Bujolokia。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念对。通常这么辣的辣椒其实它不会加在这个Vindaloo里面，这个是 Manav 主厨他个人诠释，因为他认为这个很辣的辣椒的烟熏味非常搭配这一道咖喱，而且他用的也是油脂比较多的脸颊肉，这个烟熏味还有它非常强劲的辣味跟酸味呢，就能够去平衡肉的油脂。那这也是一道非常精彩，然后很下饭、很下饼的一道咖喱哦。那
那讲完咖喱，我们来讲一讲饭。这天我吃到2款饭都非常好吃。那其中一道是叫做 Lamb Dum Biryani， 它这个饭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一个面皮里面用蒸的方式把它煮熟的。还有另一道饭是我们家点的，是Agnes， 她说，这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很好吃。虾饭试一下。你这里吃到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个比较湿一点，它做法它的用的香料有点不一样，这个也比较湿。这个虾饭超好吃 ，Agnes 说她的最爱，真的是我的最爱。跟 Biryani 有什么不一样的 ？Biryani 它饭真的比较干，酱汁没这么多，口感也比较干松一点。但是呢，这个虾饭它是比较多酱汁的，而且它这个酱汁有一个主体是这个炒到焦糖化的这个洋葱，那个料头，对，焦糖化洋葱就非常香。This is the Kumanika Mita with a coconut ice cream on the top. yeah. This is new one. 那这天中午我们尝到了3道甜点，第一道是一道杏桃做成的甜点哦，它是用杏桃干，然后把它煮，然后再加上了浓缩过的牛奶，然后上面再放上一球椰子冰淇淋。而这道甜点它原本的名字 Kumanika Mita 其实是一道印度的甜汤哦，但是这边它用了比较现代的呈现，就是它没有那么多液体，而是把煮好的杏桃把它做成像是一个圆柱状的，吃的时候呢，可以吃到很浓缩的杏桃的风味，那跟椰子冰淇淋来做对比。So big coffee for you? Oh, I love the kulfi. You have to explain the kulfi to her. Yeah. 下一个甜点呢，则是 coffee 哦，而且是无花果口味的。coffee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印度的雪糕或者是冰棒，可以看它确实是像一根冰棒的样子。这个就是印度传统的冰淇淋，而且呢会跟着季节用不同的水果、不同的调味来做。这个 coffee 呢，下面还有趣的配料，竟然是米粉 faluda， 这个又是印度的另一道甜点了，叫做 rabdi faluda。印度人是有吃这种甜点的传统，印度人就是会用这个，我们就叫做是米粉，然后就跟一些椰丝，然后一些椰糖一起吃，很简单的。那通常里面也会有冰淇淋，这个冰淇淋呢，最经典的就是要用 coffee 来做，所以它等于就是把 coffee 结合了另一道甜点 faluda 来做，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1+1的组合。吃起来其实真的就是像冰糕、雪糕一样，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faluda， 就像米苔目也有甜的一样，就把它理解成甜的米线、甜的米粉就可以了。它比较原味。Chocolate naan Chocolate naan. Yeah. with coconut ice Ice cream. cream. No, this one is meringue. Meringue and coconut ice cream. Yeah. 最后一道甜点呢是 Chat 的招牌，它是巧克力的 naan。那这一道甜点其实是马纳夫大厨在先前的工作发明的一道甜点。那它就是把像是巧克力榛果酱的东西夹在馕饼之中，然后上面还撒上了一些这个脆片，吃起来呢其实有点像是在吃可丽饼我觉得有点像是加了那个巧克力榛果酱的可丽饼，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味道。做出这道甜点之后呢，马纳夫大厨就说他再也无法把它从菜单上面拿掉了。所以如果你来Chat吃饭要吃甜点的话呢，也不要忘记这一道巧克力的馕饼。那这天也跟 Agnes 还有 Manaf 主厨一起聊聊天，我觉得 Agnes 提到一点还蛮有趣的。Sichuan food is focused on the wet spiciness. Yes, And yes. Hunan cuisine is focused on the dry spiciness. Yeah. But Indian cuisine is combine both. Yes. And you need to get the balance of the dry spices and the Yeah. wet spices. So it's very difficult. 那 Manaf 主厨就说是的，印度菜的确是有干的辣椒，也有湿的辣椒，比如说干的红辣椒粉，或是湿的青辣椒酱 （green chili paste）。那它就是以Malabar fish curry 这一道菜为例哦。So it has chili paste, the red one. It also has green chili paste, and it also has the red whole chili dry for the tempering. So there are like 3-4 stages of chili in there. 所以的确是同时结合干的辣跟湿的辣。
而在 Chad 吃完这一顿午餐，真的是饱到天灵盖。然后我当天晚上3个小时后还要去吃 wing， 我真的是找死哦。但是真的很享受这一餐印度菜，真的是吃到了很多平常我们在台湾不太会吃到的菜色，而且呢，它是用更精致的手法来呈现，把印度的街头小吃变成更精致的料理。那我想这样子的主题呢，在全世界很多餐厅都有发生。那 Chad 在香港就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也让 Manaf 主厨顺利摘下米其林1星哦，他真的非常开心。And there was a voice behind it who said, Chef Manav, we are calling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restaurant has been awarded 1-star Michelin. And after that moment, I could not speak anything. 他听到自己摘1星的消息的时候，马上就爆哭，然后哭了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之久，就真的是感动得不能自己。在这边也非常恭喜 Manaf 主厨。那以上就是香港米其林星级印度餐厅 Chad 的开箱，希望大家还喜欢咯。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要帮我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